大家欢迎回到地产实验堂。今天我们来聊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东西，什么？好 ，money。在那之前，这是还是1月份哈，我们这个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是你的地产一哥，我是你的地产大师兄。每个礼拜为大家带来一点小干货，让大家买卖的时候安心不贵，一步到位啊！在我们当中，这个帅哥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李阳啊，我姓辉，光辉的辉，姓氏比较特别。姓氏对，不是姓，还听说名也很特别，叫什么名字？姓辉明煌，金碧辉煌的辉煌。哇，这个可以啊！看起来伯父很喜欢喝酒，难道是当时他也姓辉，如假包换，就是还是适合做这一行，金碧辉煌。对，压力比较大了，有些时候。压力比较大。那这就要必须问你一下，身为这个贷款的专业经纪哈，这个客人过来的时候，第一句话，听说也给你们造成困扰的是什么？我要贷款买房子，你们利率是多少？利率是多少？利率是多有错吗？你这么想没有错啊，但一般不都这样问的吗？问的其实对，你说的对。今天如果你非业内人士来这样问的话，是理解的，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有些时候呢，你这样问其实并不是十分科学，帮不到你啊。对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贷款利率的话，它是时时刻刻在变的，每天都在变。是。上午是这个，下午就不一样了，像股票股价一样。对，真的是有点像。那你什么时候 open escrow， 什么时候开始锁利率，开始做贷款都不一定嘛。是的，所以可能有些时候问的时效性有点问题。对 ，OK。那第二点的话，每个人可以拿到的贷款利率都不一样，取决于你的对，取决于你的 qualification， 你的 scenario。对，就像你今天买个汽车保险，你开个 Ferrari 跟开个普通的车 ，driving record 也不一样。你这样讲起来，你们这行这个听起来还有跟算命的有点像，掐指一算，夜观天下，望闻问切，老中医。地理人和 OK， 是要算一算啊，就是每个人他的 debt to income ratio 啊。对。哇，那你这样讲起来，那比较上道的方法应该是怎么问呢 ？OK。一般来说哈，影响你贷款利率4个最重要的因素。请说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把它叫做 loan to value， 简称 LTV。OK， 就是贷款金额数所占这个房子价值的比例。OK， 今天100万的房子，你贷款60万，loan to value 就60%。是的。这个数字越高，说明你贷的钱越多，银行的风险就越高，利率就越不好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 FICO score credit score 了，信用报告。对。那当然分数越高越好。对。你可能会问我说，多好算是好？通常780以上就是 best tier。OK， 对，我考你一下很快的一个问题啊，你说两夫妇买，对，一个780，一个650，那怎么办？用低的这个。哎呀 ，always the most conservative， 两害取其不轻这样子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的 property type。我们知道房子的话分很多不同的户型，对吧？是的。Single family house、condo、PUD。condo 的话还分 attached 跟 detached。对。通常来说的话 ，single family house 利率最好。condo 的话 ，attached condo 可能会高一点点。对。因为你有跟很多你有跟邻居有共用墙，有很多 common area 共用楼梯走，对 risk 变高，会高一点。那最后一点 occupancy， 我们说的就是买这个房子的用途。我们买房子可以买来是投资，买来自住，second home、vacation home。对。自住房利率最好，都有影响哈。对，投资的话就会高一点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房子是租给银行不认识、不了解、不熟悉的第三方，那银行风险同时又出租给人呢？那就这个，我们是在录吗？是需要在视频上面说，接下来打电话咨询就好了。对，一般要这样子。对，就是你买的时候跟你后来用途不一定一样，但是这个东西就看这个大家都问一下专业，问一下专业。对，情况会变。那好麻烦，我不想搞那么多事情，我可不可以做不查收入？我就什么都不要查了。你们也做这个吗？这个又是第二个让人头疼的事情。干嘛？你一直在打枪我发现你。对，那是怎样？你讲一下什么？我对不查收入的这个了解有问题吗？好，所以说在你的概念当中，不查收入就什么都不查，什么都不查，就裸奔啊。然后银行找你找银行借100万，银行就闭着眼睛借给你。不是这样子的吗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那银行不是笨蛋，愿闻其详。来，跟我们讲一下怎么回事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哈。请说。不查收入，只是不查你的报税收入而已。OK， 当时我不知道是谁翻译的，翻译上其实不全面，应该叫不查报税收入贷款。不查报税。对。那无论是查收入还是不查收入，银行都是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知道你的收入，从而来计算出你的收入，计算出你的 qualified loan amount， 决定借多少给你。它还是要有一个依据，一定要有依据，不会说闭着眼就借给你的。对，是做慈善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会查什么东西呢？很简单，打个比方说今天如果说你是一个 business owner， 你是一个自雇主，自己开公司。那我们知道的话，开一个公司的话有很多运营成本，并且在报税季的时候，各位老板都想要合情合理合法的都避一些税嘛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合法，但是合情合理，合法一定要的。我们都是合法守法，守法公民。那你在税表上面，你的 deduction 你的抵扣多了以后，你的 net profit 净利率不是净利率，不好意思，已经磨成了天天利率净利润就会变少。
银行算你能贷多少，就用你这个净利润来算。哦，大家听清楚了，就是净利润。对 ，net profit 很重要。那有的人可能利润就变得很少，就用不了了。那是啊，银行就说好，那我不看你我不查你的这个报税。对，我看你公司过去12个月的 business bank statements， 我看你的 cash flow， 我看你的现金流，我看账了，等于看你的账。OK， 通过一个特殊的计算公式算出你的收入来。你税怎么报我不管，我也不看，我用别的方式，我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 angle 来 qualify 你。那所以这每个银行自己的这个所谓，你刚刚讲到每个他自己的这个公式是不是还都不太一样？大同小异，有的会紧一点，有的会松一点，有的这个 OK， 有的那个不 OK。那这个时候就我们专业人士帮你去找最适合你的那一种。OK， 有些人asset 比较多一点，那这个可以算吗？可以，像有一些退休人士，他可能账户里面有100-200万、200-300万的 saving， 又或者401k 投资账户、股票IRA 这些退休账户里面有很多存款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这个 assets 已经有的资产，通过一个特殊的计算公式算出来他的收入是多少。我仿佛听到一个有趣的声音，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，报税这块很严重。对吧？很重要，所以你跟你的 CPA 的关系是不是要稍微好一点？很重要嘛，对，因为你不提供报税表的话，很多信息银行不知道，那有些时候就需要你会计师配合了。啊，那个 CPA 大家你们广告费结一下。对啊，明天下次找一个 CPA 过来。对，可以，大家有兴趣的哈。那再聊一下，就是你身为贷款，就当然你们讲这些东西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拷问你一下啊，也是灵魂的拷问。OK， 这个你有没有什么独门功夫，像什么一阳指啊，什么鹰爪功啊？对，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六脉神剑，降龙十八掌。就是，来，赶快跟大家分享。有。那大家知道，可能过去几年抢房子厉害，是那必须的。哇，全现金抢加10万。讲一下从2021年开始发生到什么事情了？2021年就是房子开始多了，很多人在抢，一直在抢。对，2022年房子开始少了，很多还在抢。那2023年房子更少了，你不用说了，还是在抢，对不对？一直抢就对了，根本就是从头到尾没有差别。好，那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很容易抢到房子？好，抢房子的话，很多人觉得，他是全现金，我是贷款，我是不是就抢不过他？不一定。我们有一种贷款项目、贷款方式叫做 private bridge loan 啊，中文的话叫私人过桥贷款。对，过桥听起来就是那个过桥米线。过桥，对，为什么叫过桥米线？广告费也结一下。刚好我是云南的，我老家是云南。OK。对，那这个私人过桥贷的话，它所有的 paperwork、它的流程、它的 process， 跟你今天去找银行这样一个金融机构去贷款是一模一样的。但唯一不一样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的杀手锏，就是你去贷款的话，私人过桥贷是找一个 individual person， 一个人，一个 investor， 一个投资人去借，相当于你找朋友借钱一样。OK， 今天我看完你东西，我 OK， 我们打钱过去，对，明天早上 escrow 收到就可以 close 了。不需要银行那些 underwriting， 今天找你要那个，明天找你要这个 OK， 那个不 OK， 文件审批 underwriting 搞来搞去。不是，对，我打断一下，那你这样讲起来的话，这个审批过程总得有人要来做话事人嘛，谁说了算？对呀。Me， 真的，这么厉害！亮哥跟你混，什么时候去吃个饭？我最近有点紧哎，要请。好，所以等于说在这个上面，它操作的灵活度就大很多了。对，OK，明白。确实蛮好的这个方案。那总是会让大家还是有一些问题。对，但是问题是它多几个选择啊，这样子才可以人家更竞争拿到房子啊。是的，可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 concern， 对不对？这个第一个。我们讲到说费用上面，大家一定会问的。对呀，你这样子，那费用会不会比人家高一点点？还是它的利率的话，比普通正常贷款可能高个3%吧。OK， 对，3%。但是呢，你们不要吓到哦，我们不是说贷给你就不管了。对，我们的方案其实很简单。今天我用这样的私人借贷，1个礼拜 close escrow 帮你抢到房子。对，抢到以后。Close escrow 的第2天，我马上帮你开始一个 refinance 重贷的程序。OK，可能 refinance 21天，3个礼拜就做完了。所以说你付这个利率高一点的这个利息的话，只用付20几天而已。OK， 所以相对来讲算是给一笔小的费用，然后等于是把之后的路给铺稳了。首先是要把房子给抢到。对，一个迂回战术相当于。对啊，但是第2个东西啊，一般的人会问哈，尤其是这样的情况之下。它容不容易过？会不会贷有这个款，但是这贷款贷不下来？靠不靠谱？对啊，不靠谱。好问题。不好意思，生气了。问这种问题，有点侮辱我感觉。不会的，因为我说 OK 就 OK。好，我明白你意思。所以我告诉你说我可以贷给你，我就是可以贷给你。有时候 individual 也是它有它的 flexibility 在里面。其实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， 专业人士这边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是浪费时间。那如果说找到专业人士来，他也想要赚这份钱，说实话，就包括我们地产经纪，那我们赚钱的方法是什么？是把东西
professionally deliver 到我们该负责的业主手上。我的感觉啊 ，Leon 就是那种你找他，对不对？他按照你的状况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，看什么适合你，不适合你，然后都给你去选择。对 ，OK， 这样才是很好的，因为这样你 flexibility 更高，你要做什么都比较容易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讲的一点没有错。那你这样讲起来，我们2024年当然之前听过好多所谓的 prediction，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你个人的想法？2024年是怎么样一个走向？好，美联储是这样说的，美联储说的是，他说的有所保留啊，他说的是 potentially。有可能3到4次的 rate cut， 简直就是不要脸哦！没有，这说了等于没说一样。对，你讲的这个废话。我觉得对他是个烟雾弹了，想要看他说完这个话以后的市场反应。但我个人来说的话，我觉得100%会降息的，100%哦，不错啊！以此为证，大家截图啊，到时候没有降的话来找我 personally 给你降下去。对，哦 ，nice。那怎么样个降法？你要讲，能不能再讲的半仙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？来掐指一算，夜观天下。我估计哈，应该是在总统大选前4个月左右，那就是7月份啊，开始会。今年哈，应该是今年总共应该会有3次，顶多4次。OK， 对，那今年结束之前的话，我估计利率哈，正常查收入 market average 应该是5.5到6之间。OK，蛮 respectable， 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这跟我们之前所听到大家所讲的东西，数据是很接近的。对。那当然，当很多人，尤其是专业人士都在聊一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真正去想一想，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有可能往这方向发展？没有，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，因为你看啊，这1个月来利率都在掉，对，它已经开始掉了，已经开始有了，对 ，OK。为什么我已经？对，你刚不讲7月份？因为自从上一次美联储开会说他们这次不加，然后明年会 potential 的3到4次 cuts 以后的话，大家都很乐观了。啊，大家是谁是大家？就是所有的银行也好啊，它这个后面那个叫 MB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， 对，那些市场就开始反应了，投资人就开始变得活跃了，所以 price 就变好了，所以大家都还蛮好说话的。他们的 sentiment， 他们对这个 confidence 的 sentiment 呢态度啊，也是会影响到利率的。那当然，这个蛮特别的。我们都是看美联储怎么说，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。所以因为换句话说，今年因为总统大选的关系，所以大家现在都处于一个乐观进取的一个态度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民主党一定想要把经济弄得好看一点。对。然后我们的这个买家在刚刚这样反算回来，差不多到3、4月的时候就要开始做准备了，是吧？我觉得现在就要开始做准备了。要做准备，因为你知己知彼嘛，你要知道市场怎么走，然后包括说你的利率各方面，到时候好的时候再买。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多次呼吁大家，很多买家都讲说，我等到利率好的时候再开始看，错误的，对吧？来，CK跟我们讲为什么这是错误的。你等到你这样子啊，我现在要跟你说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啊，那个你觉得现在的这个买家对不对？大家都在等利率掉，那利率真的掉的时候，到时候会多吗？你觉得？那对啊，我们行业内有一句话是这样的，经过数据表明哈，对，你利率每降1%，全美国多200万人可以 qualify。我勒个去！这个我第一次听到，所以 competition 增加了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对。那怎么样能够避免掉 competition 呢？就像你去搭公车一样，你一定要等到这个快到点的时候你才去搭吗？还是你应该找个半小时去那边等车？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哈，我觉得我们会给客人的这个建议是说什么呢？你要买房，哪怕你今天还没有去买，还没有 ready， 麻烦你啊，先把这个钱的部分啊先解决掉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贷多少？你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对。那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我要找 loan agent， 不，我自己上网查就可以，上网查准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搞不好你能贷的比上网查的能更高，对，rate 更好。对，其实你跟他们聊，包括你跟 realtor 聊，大部分时间这种咨询是免费的。是，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去用这个？是 Beyond Me， 我不懂。而且其实是这样的，你早点了解调查了之后，你更有信心，你知道你可以 afford 多少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以早点准备，或者呢，等到时候真的是看到对的房子，对，我随时可以下手，因为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。很多时候全部都从开始是从 real estate agent 和 loan agent 开始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准备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未雨也要绸缪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在很多事情没有发生之前，知己知彼，对你的市场，对你旁边的人要有更深的了解，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这个辉煌兄，感谢邀请，跟我们有这样的分享啊。那各位希望今天的这些东西对你们有一点这个小帮助啊。那如果喜欢这样的视频，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请你们帮我们点赞，然后分享、留言，传出去3连留下来。就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就下礼拜再跟大家继续见面，爱你们。